曾小雅的家庭也很和睦，他一看他就知道他家风肯定不错。好家庭养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轮休的，曾医生要是休假，会提前跟你们说的，免得你们找不到他。战月没有再接话，护士帮他换好了药，说道战先生的伤好得很快，其实可以出院回家休养的了，定期回来换药就行，或者开了药回去，让你家里人帮你换药都行。就是双手受一点伤，又没有伤到骨头，其实不必住那么久的院。但战家八少爷愣是住到现在。战月说道，我平时太忙，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，这次是趁着住院好好休息一下。在家里休养的话，手动不了，口还能动，依旧要每天电话处理事情，没得休息。我住在医院里，大家都知道我住院，就不好什么事都来打扰我，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打电话给他。两名护士恍然都哦了一声，也是像战家那样的大家族，家大业大的，人人都很忙，想休息都没有时间，住院的确能好好休息一下。怪不得战八少爷车祸后，明明伤得不重，都在医院住了这么久。两名护士走后，管家试探地问，八少爷还要我去打听一下曾医生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问到了答案。管家又小心地问，八少爷是喜欢曾医生吗？战月也诚实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你在我那里干了多少年了？他忽然问着管家。八少爷成年后偶尔会在你名下的房子住，我就跟着过去伺候八少爷，帮八少爷管理那个家也有10来年了吧。战月说道，我18岁成年，你过去到现在也就10年而已，怎么10几年了？10几年的话，我岂不是无端端就老了几岁？管家笑嘻嘻的，是，我说错话了，八少爷别怪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管家连忙走去开门。三少爷，你来了。战浩宇提着一篮水果进来，老八呢？战月应着，大哥，我这么大个人，你没看见？大哥怎么又带果篮过来？我这里的水果吃都吃不完。虽然他伤得不重，肯住院是因为对曾小雅一见钟情，不过他的兄弟们知道了，每天轮流来医院看望他，几个知情的嫂子也会隔三差五过来关心关心他，然后每个人过来都给他提一个大果篮，他这里的水果吃都吃不完。之前跟他同病房的小娃出院了，出院时战月就将自己收到的果篮转送了几篮给那小可爱。现在战月自己独占一间病房了，他多交一点钱，将这个双人病房变成了他的 VIP 病房。旁边那张床本是给管家睡的，现在已经摆满了果篮，管家只能睡一张折叠小床。那送什么？战浩宇笑道，吃不完送点给医生护士吃，也可以送一点给其他人吃。他放下了那篮水果，瞧见床头柜以及另一张床上的确都是果篮。战浩宇笑道，行，那下次我过来就送点补汤过来，让你好好补一补，流了不少的血，要喝点不气血的补汤才行。战月说道，不要送，我每天都有喝补气血的补汤了。他看向自己的管家，管家每天给他准备的3餐，有2餐都会有补汤喝，他喝了那么多天也喝怕了。哥，你们空着手来就行，什么都不用带，我这里不缺那些东西。来医院看望病人，岂能空着手来？买个果篮是好应该的。战浩宇拉过一张椅子，在弟弟的床前坐下。管家给战浩宇倒了一杯温开水，然后退出了病房，腾个空间给兄弟俩说些他不能听的话题。三嫂回江城了？战月问道。回去了，公司里事多，他是走开不了多少天呢。战月笑道，我看我三嫂迫不及待的要回江城，暑假你们都难得的不用管孩子，亲大哥一胎便生了2个小子，2个小子现在都是狗督衔的年纪，也就是乔家那边宠的不行，乔家人丁单薄，孩子少。乔轩结婚了，
不过夫妻俩还没有要孩子。乔轩说再过2年2人世界就生娃，反正父母现在有2个外孙带着，也不会催他夫妻俩生娃。我明天也回江城上班了，你小子打算什么时候出院？你出院的时候，大哥不在家里，到时候让你二哥过来接你吧。他嘴里的二哥指的是五少爷，战家这一代的少爷，35、89都是3房所生，在外面他们的排序是包括了堂兄弟的，亲兄弟独处时就按他们亲兄弟的排序。不用麻烦二哥了，我伤的又不重，刚才护士帮我换药，都说我可以出院了。他是舍不得曾小雅，不想出院，本来就可以出院了，住上3、5天，就该出院的了。你总不能住到你娶到曾医生为妻吧？战浩宇打趣着自家弟弟，战月也不生气，他说道：过2天我就出院，然后趁我还需要休养，有点时间开始追妻。曾医生今晚上夜班了，我出院后，每天早上可以过来等着他下班，请他吃早餐，再送他回家。战浩宇说道：你这样贸然就追求他，他没有心理准备，怕是不会接受你。你可以先制造多几次偶遇，让他对你多了解一下，不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，渐渐熟悉了，你再表白追求他，一步步来，别吓坏人家小姑娘。战浩宇传授经验给弟弟。战月想了想后嗯了一声，我听哥的。曾医生胆子大，应该不会吓到他的。我感觉曾医生对我印象很好，反正每次来查房态度很好，很亲切。哥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他了。他是医学世家出身，家里人都是当医生的。战浩宇嗯了一声，他只要家世清白就行。老八是不用他们这些当哥哥的去摸曾小雅的底，但他这些当哥哥的一个个都跑去摸了曾小雅的底，摸清楚了曾小雅的原生家庭情况，他们才放心的让老八陷入情网。奶奶今天问起你了，战浩宇忽然说道。战月连忙问道：你们没有告诉奶奶吧？我这伤都好得七七八八的了，没什么事，不要让奶奶知道。你也知道你的伤好的七七八八了呀。战浩宇打趣着弟弟，还赖在医院里不出院，你的主治医生不定怎么付费你呢。当然不会让奶奶知道，奶奶问起你，大哥说你出差到外地去了，没那么快回来，可能要10天半个月，也有可能1、2个月，时间说不准。奶奶又说你出差了都不跟他说一声，这么久也不打个视频电话给他，他想你了。奶奶是这样，哪一个孙子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或者不打电话给他，他就会惦记，然后时不时就会问上几句，都是他老人家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不管孙子多大了，都是他老人家的宝贝。战月说道：那我等会儿就打通电话给奶奶。不视频了，我在医院一视频，奶奶就会发现。我以为孩子们都在家，奶奶不会注意到我久不回家的。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也不是经常回家，不过1个星期至少会和奶奶视频通话1次，这个倒是固定的。最近是她忽略了，没有按时和奶奶视频通话。奶奶的心里装的全是儿孙，哪一个她都留意着。这样的好奶奶，他们都盼着奶奶能够长命120岁。这个给你。战浩宇忽然掏出一份邀请函递给弟弟，妈让我带过来给你的。战月接过那份邀请函，打开来看了看后，便扔在了床头柜上，说道：我都这样子了，还怎么出席宴会？不过是25岁的生日，又不是95岁，用得着大摆宴席。是本是一位千金小姐25岁生日，家里人给她办生日宴，宴请上流社会的人参加宴会，为她庆祝生日，其实是变相为女儿挑选婆家。战月还没有女朋友，虽说他现在有了目标，但家里长辈还不知道三太太收到这样的邀请函，就想到让自己的3儿子出席那位千金小姐的生日宴会。对方也是想和战家结亲的。三太太也见过数次那位千金小姐，长相漂亮，气质佳，性格开朗，就是想进军娱乐圈。不过
豪门千金进军娱乐圈，背后有靠山，没有人敢对他潜规则。你管人家几岁，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每年的生日都会给他办宴会。他18岁那年的生日宴也办得隆重，记得妈也去了的。妈对他印象不错，我看妈是想和他家里结亲。那位千金是孔氏的千金，孔氏低调，在管城的地位可不低。他们家老爷子之前办宴会，连站印都赏脸。这位孔小姐也是孔家三房的，是长女，底下有2个弟弟1个妹妹。战浩宇默了默后说道，人口跟咱们家一样。战月说道，我见过她2次，印象不深，只记得她还是个青涩的小丫头。这转眼间都25岁了，我妈还想让她成为我的老婆，说的你自己好老实的，你也就比她大个3、4岁。咱们这样的家族结亲，自是选择门当户对的，孔家与我们家般配得很。曾医生家里也不差，医学世家，他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在医学界都挺有名的，与我们家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战月认准了曾小雅，百般抬高曾小雅。曾家的财富及地位自是不及战家的，不过战月若喜欢，倒也般配。战浩宇好笑的道，问题是你现在连表白都不敢，什么时候才能追到手？更何况他还有2个爱慕者，一个跟他同在这家医院上班，一个自己开诊所的，都是他的同行，还是他的校友，一个是学长，一个是同学。曾小雅的颜值放在战家的女人堆里，那只能称为清秀，不能说是美人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算得上是漂亮的了。她的家世背景对于她的同行来说也很有吸引力，就是普通人都很有吸引力。是人都会生病，若是家里有个医生，以后家里人生病了，看病都方便很多。所以曾小雅的行情很好，很抢手的。她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终结，对爱情失去了憧憬，现在就不着急恋爱，忙着工作。战月很有信心的道，就算他有10个、20个的爱慕者，只要我加入了，其他人都要靠边站。我有信心能追到他。同行的说不定他不喜欢呢，因为医生很忙，逢年过节都有可能要值班，这个职业是很让人尊敬。可对他们的家人来说，缺少陪伴。没有孩子时还好一点，有了孩子，双方都值班的话，孩子就要交给老人家照顾，他们无法照顾到孩子。我想有的选择时，曾医生不会选择他的同行。战月替自己找优点。战浩宇笑笑，那你可得早点行动哦。你七哥过2天就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，我看他年前就能办婚礼。你努力努力，说不定也能在年前结婚呢。战月笑，我会努力的。我未来的七嫂是七哥那个死对头吧？早就觉得七哥对他的死对头有意思的了。只要兄弟闲聊时，七哥经常提及好个蓝小姐，只是七哥自己没有发现而已。是蓝家的大小姐，蓝家也有这个意思。蓝小姐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2天，他们打着旅游的旗号，其实就是过来打听老七的原生家庭情况。蓝若若现在29岁，过了年便30岁。蓝家着急她的婚事很正常。战维足够优秀，蓝家长辈本来就欣赏她，2个人都有意思了，蓝家长辈就着急嫁女儿，二伯娘也着急娶儿媳妇。所以战浩宇认为老七会在年前就结婚。时间过得是真快啊，兄弟几个仿佛昨天还是单身贵族，这转眼间老七都要结婚了。而他们这些当初嘴硬得很，说要35岁才考虑结婚的，如今为人夫为人妇了。他们越来越成熟，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战浩宇都开始步入中年男人之列了。咱们家的情况随便他们打听都没问题。战月自信地说道。